林来用他那辆价值100万的保时捷把陈明外遇的车头给撞烂了。陈明玉是他结婚10年的老公，他们跟无数情侣一样，经历过相识、相恋，最后步入婚姻殿堂。陈明玉是一家上市公司的 IT 总工程师，而林来是这家上市公司老板的小女儿。陈明玉刚和小三好上那会，林来就知道了。10来年的感情，他对陈明玉知根知底，稍微有点风吹草动，他便知道是哪一穴洞的狐狸精在他身上留下了骚味。小三是陈明玉部门刚招进来的实习生，实习期还没过，陈明玉就把他肚子给搞大了。可能是林来不想生孩子的缘故，陈明玉这个渣子不挑人就上了，还真的就有了一个。林来特地挑了陈明玉陪那小三做掉孩子的日子去做体检，看他那样子都显怀了，却被检查出来有毛病，陈明玉不想要，就要把这孩子打了。林来还记得陈明玉这胆小鬼看到自己时脸上那表情是相当有意思，害怕、惊悚，像是看到了一个千年女鬼。林来很感情来得快，去得也快，他对这对狗男女笑了2声。小三到底是个年纪轻的，知道自己可能完了，便去抓陈明玉那根救命稻草，谁知被陈明玉一甩，脚没站稳，又一惊，他直接摔趴在了地上。走廊里一下子就乱了。小三的打胎钱还是林来掏钱付的，没为什么，就觉得小三躺在病床上看陈明玉，仿佛要把他身上的肉给剜下来的架势，挺痛快。离婚协议书在陈明玉被告知辞职的同一天交到了他手上。这个平常在公司总是温和儒雅的男人，在那一刻原形毕露，当着所有人的面对着林来破口大骂，将林来的私事嚷嚷着给所有人听。林来听得烦了，在陈明玉开车离开后的10分钟内，他尾随他开了出去，绕了一个弯，在繁华地段跟陈明玉迎面对上，然后狠狠撞了上去。他爽了。林来不老，相反他才35岁，正是风情万种的年纪，也是走在路上都会让街上男人回头多看几眼的女人。从派出所里出来以后，他开着他那辆破车去了 4S 店门下的汽修厂，钥匙交给了经理，问了维修时间，准备往外走。他的眼睛也就这么随意的一瞥，就瞟到了一个身影。年轻男人穿着黑色汗衫，搭配一条黑色收脚运动裤，踩着双脏兮兮的球鞋，躺在板车上，慢悠悠滑进车底。林来只看得见他侧边的身子，身旁放着工具箱。他拿起扳手，许是注意到有人在看他，他回过了头，头顶戴着的手电筒直直地朝林来射了过来。林来偏过头，那年轻男人也没再看他，继续干着自己的工作，脑子里那个大胆的想法却越发肯定。他整个人都兴奋了起来，索性不走了，就在休息室里等着他。休息室的玻璃是透明的，林来看得很清楚。他又盯了一会，叫来了经理，他指着外头在车底的男人，他叫什么名字？工作怎么样？经理搓搓手，循着看过去，摸不准林来是什么意思，如实说，他叫林灿，是我们这边的汽修师傅，来了半年了，干得挺好的。林来点点头，我那辆车也是给他修的。一般来说是的，如果他比较忙，会交给其他师傅，但您放心，我们一定会给您修好，师傅的技术都是很好的。别紧张，我就是问问。等他忙完，把他叫过来。经理动作很快，跟林来说完，就跑出去跟林灿说了。果不其然，就见林灿起身去听经理跟他说话，期间还抬头瞥几眼林来。林来看得出口型是我知道了。他悠闲地喝着咖啡，翻开汽车杂志看了起来。你好，听说你找我。林来端着咖啡杯抬头时，林灿已经披了件外套，手也洗过了，洗手液的香味里混着一股淡淡的机油味，倒也不是说特别难闻。林灿把拿着的手套放在茶几上，一时间有些拘束。那个是我给你修的车，哪里有问题吗？不是，就是觉得你很合我眼缘，想交个朋友。林来从小到大都是颜控，为此就摔在了陈明玉这人渣手上。林灿长得很好看，虽然是干汽修的，但丝毫不影响他的美观。只听林来继续说，有女朋友吗？林灿一愣，摇摇头。我想包你一段时间，价钱你出。不瞒你说，这是我第一次包男人，所以价格行情也不清楚，你看着说就行，主要是陪聊陪玩，陪睡暂不考虑。这是我的名片，你可以好好考虑一下。林来抽出一张卡片，慢慢推到林灿跟前。林灿这副好看的皮囊一下子变得幽深起来，好几分钟之内都没说话，拿起名片仔细看了眼他的名字，念出声林来。几秒后，
他放下名片，轻笑，又说了一句话，气得林来的脸青一阵红一阵。林来活这么久，第一次被人当作老鸨，他被气得不轻。之后他总结，说到底还是自己没经验。车要修个10天半个月，林来没有再去 4S 店。陈明玉出院后又找了林来一次，说是要他赔自己精神损失费。狮子大开口要林来把他们住的那栋别墅给他，不然他不会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。林来不想见到这个疯子，撕破脸这臭男人就原形毕露，他看着实在是倒胃口。本来就这么耗着他，他也不急，直到他哥哥林山的电话从部队打了回来，说陈明玉去部队找他了，在基地撒泼不肯走，还把林来嫂子阮田给抓伤了。现在已经把陈明玉提去派出所了。林山电话里挺生气的，直言要林来过去解决事情。林来没敢耽误，带着老爷子新给他的律师，打飞的去了林山那里。因为涉嫌寻衅滋事，再加上在部队挑事，等陈明玉回过神时，冷汗直冒。他是被小三给搞昏了头，什么林山比林来好说话，再加上是军人，为了脸面肯定会妥协。这下倒好，数罪并罚，别说房子了，林家绝对不会给他好果子吃。房子和钱什么都没有了，正好律师也在，把所有事情都分得清清楚楚。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，末了还得坐牢起火。林来是爽歪歪，临走之前还送了自家嫂子一整套奢侈护肤品作为赔罪。回去的路上，林来接到4S店的电话，说是可以去提车了。林来到的时候，还是之前的经理招待了他，领他去取车。走到车前，他脚步一顿，驾驶座里面有人。经理探头探脑一看，连忙解释：“哦，师傅还在做最后检查，保质保量吗？”“哦，我不急，检查完开出来吧，我在外面等就行。”林灿将车开了出来，在林来跟前停下，正要开车门，又被林来不动声色地按了回去。他惬意地交叉双脚，两手撑在车窗沿上，问他：“真不考虑呀？”林灿不说话，看着他。在这边打工才几个钱，累死累活就那点死工资，单休吧。何苦呢？林灿脸一审，耳根有点烫，男女性别一倒，他听得太别扭了。车锁一响，林来站直身体，往后一退，看着林灿下车，他说：“车好了，钥匙还给他。”林来接住，也不在这问题上纠结，只是做出打电话的手势抵在耳边，想通了，随时打给我哦。他开车扬长而去。只剩下林灿和经理在门口站着。经理听了会墙角，走过去拍拍林灿的肩：“哎，我说你还想什么？什么？人家林小姐摆明了喜欢你，你犹豫什么？多好的机会啊！”林灿心中突涌被抓包的羞愤感，什么犹豫什么？我跟他没关系，谁知道他是哪个会所的妈妈桑来找乐子。经理听了哈哈两声，妈妈桑能开得起那车吗？得压榨多少少男少女的血泪哦！人家可是盘量调顺的富婆，上市公司都是他家的，他为得着来骗你呀？我听说刚离婚呢，摆明了看上你了。我跟你说，我们想入他眼都没机会，你小子知足吧，现在这社会不丢人，谁有钱谁就是腕儿。说完还比了下他肥硕的拇指。有人叫经理过去，说是有新客户。经理应着准备走，见林灿还是没什么动静，他又提醒了句：“你小子当初找我带你出来，不就是不想回老家吗？多好的机会可以往上爬，想想吧。”林灿下班的时候是晚高峰，他骑着自己那辆二手摩托，正穿梭在拥挤的车道。后边辆响起急促的喇叭声，示意林灿往旁边靠一点。林灿往右靠，余光扫到开上来的车，开车的是个年轻小伙子，看上去年纪跟他差不多。他又瞄了眼车型，保时捷 Panamera， 跟林来的是同个车型。劣质蓝牙耳机响起电话铃声，他没看手机就接起：“喂，哥哥，是他小弟林阳，今年15岁，初3。怎么了？”林灿按住耳机，想要听得更清楚些。林朵谈恋爱了，妈说让她结婚，反正成绩也不好，想着彩礼钱能收好多呢。林朵是她二妹，今年17岁，在卫校读护士，明明比林阳还要大上2岁。她从来不叫她姐姐，林朵就是个软柿子，小时候就是被林阳欺负的料。林灿不在，林朵就是被打的份。你姐怎么说？林阳在电话里笑嘻嘻，她还能怎么说？不都是听爸妈的吗？你啥时候回来呀？回来的时候给我带个手机呗，我同学里都有人用苹果11了，绿灯亮了。我先挂了，开车，你好好学习。保时捷先疾驰而去，半缕尾烟都没留给林灿。到家，他开车停下，熄火。
他又拨给了林朵。他很快接起，声音软绵绵的：“哥。”林阳说：“你打算结婚？”林朵沉默了会。妈说先办酒席，书不读了。妈说先休学，等怀孕了孩子生了再去。林灿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好，久到林朵以为他断线了。哥，他回神。办酒席，你会回来吧？下个月初9，这次他回得很快，应该没时间，我会给你汇钱，当做新婚礼物了。哦，对了，这个钱你留着自己用，不要给林阳拿去。知道了吗？知道了，谢谢哥。挂了电话，他又拿出裤兜里那张早就被他捏得发皱的名片，盯着看了很久。困扰了他很久的无力感复苏了，但是他依旧颤抖着手去拨了那个电话。很快，电话那头响起慵懒的女声：“哪位？”他深吸一口气，开口：“我是林灿，我想跟你聊聊。”林来跟他说，他的时间很自由，不想辞职，怕被别人说3到4，那就继续做着，等他叫他就行。林灿白天一如既往地去 4S 店上班，经理员以为他会动摇，但一连看他几天都准时来上班，更没有提及辞职的事，也就随他去了，只道是小年轻洁身自好，不被世俗所沾身罢了。可是林灿内心却是连日的翻江倒海，表面看不出什么，但临近下班，他就格外紧张。林来打电话给他了，让他晚上过去陪他。林灿去他家之前，绕了个路去菜场买了菜。林来听闻他会做菜，说是想尝尝他的手艺。林灿到的时候，林来正在客厅做瑜伽，厅内悠扬缓吞的瑜伽乐听的人昏昏欲睡。他换了鞋，去了厨房。林灿也就只会做家常菜，再精致一些的就不怎么会了。将菜全部端上桌，林来已经换上家居服，朝饭厅走过来。跟林灿想象的那种富婆不同，林来算是名媛挂的，保养得好，根本看不出他已经30多了，估计留学过欧美，整个人给林灿的感觉就是比较 ABC。他头发很多，随意地盘了个丸子头，松散地落在后颈。菜好了，过来吃吧。林来拉开凳子，跟林灿面对面坐，注意到他的背僵直着，他拿筷子敲敲碗，能不能别一副英勇就义的样子啊？我会吃人吗？你在这里就当做自己家一样呗，不要拘束，想要什么，想吃什么，尽管跟我说就行了。林灿清清嗓子，声音还是不够自然。知道了，这顿饭吃的还算自然。林来是个话痨，没有让他们的第一顿饭陷入尴尬。前2天我飞瑞士出差了，所以就没找你。对了，这边里里外外我都换了一遍，我前夫那些东西都被我扔出去了。你也不要觉得自己是个男小三好吧，咱们都是清清白白在一块的。好，能冒昧问一句，你跟你前夫他出轨被我发现了，现在在大牢里蹲着呢。哦，林灿发现林来不爱吃米饭，他只吃菜，看来下次饭可以少煮一点。哎，对了，你跟我说你今年22岁是吧？你谈过恋爱吗？林灿点头，学校里谈过。还是处吗？林灿脸一热，顿了几秒，不是了，跟当时的女朋友开过2次房，后来人家考上大学，他没考上，自然而然就分了。之后也有过暧昧的对象，但都不了了之。林来没什么太大的表情，你要还是个纯情小处男还麻烦呢。那你怎么不继续读书了？考差了，本科差2分，专科不想读，就出来打工了。看不出来，你还挺执拗，现在不是可以专升本吗？没那么多钱，打工也挺好的。林来了然，说到底还是钱的事儿。他点点头，行了，吃饭吧，吃完东西放着就行，阿姨晚上会过来洗的。好的。幸好这是他们的第1晚，2个人各自洗了澡，林来先躺进了被窝。等林灿进来的时候，他本来在闭目养神，一下子就睁开了眼。他不禁啧了一声。林灿算是精瘦有力型的，腹肌上还有未擦干的水珠。林来拍拍他身边的位置，睡进来吧。整张床凹陷了下去，林来伸出手指，在林灿的腹肌上轻轻点了点，他整个人都紧绷了。到底是年轻，没经历过大风大浪，他降不住林来的。林来收回手，撑着头轻笑，话语间却是少有的自嘲。离婚前，我有3个月没有过性生活了。他每天回家，但就是不跟我做，我以为他是太累了，谁知道呢？他在外面让其他女人怀了孕。林灿不说话，只听他继续说下去。他不是第一次了，之前有被我抓到过1次，但后来陈明玉说是被算计了，那个女的也说是自己昏了头算计他。前2天我去找了那个女的，给了一笔钱，女的招了，
原因仅仅是因为我出嫁比陈明玉的封口费高。守什么身如什么玉呢？我自己找男人不香吗？这时林灿一把抓住林来的手，耳根泛红。林来咯咯笑了起来，收回手，好，那睡吧。关了灯，过了好久，林来听见身旁的男孩子呼吸没有之前那么急促了。林灿，你接吻怎么样？黑暗中的林灿一怔，这让他怎么说？好还是不好？于是他选择折中的说法，还行吧。当然他也不是小白。紧接着他俯身趴了过去。林来睡着前的最后意识是，这小子接吻有点水平。林灿收到了林来的第一笔打款，5万块，是他自己要求的。当时跟林来说每个月5万的要求时，把林来给逗笑了。我说你能不能不要把自己想得这么便宜呀？你这颜值，你这身材，你可太幽默了。林灿皱眉，他一开始报出这个价格的时候还犹豫了好久，怕贵了，当然他没有说出口。林来这段时间不在国内，电话打给林灿的时候，他们已经快2周没有见面了，偶尔通个电话，聊个微信，就没有其他的了。我下午2点的飞机，还要去莫斯科转机，大概明天中午会到，你到时候来机场接我。林灿本来想开林来的车去的，但接机时间来不及，他想了想，还是开了自己那辆摩托车。有了钱，他有做过车身喷漆，看上去顺眼多了。但他有些摸不准，万一林来不喜欢坐摩托车呢？一路走过来，他设想好了各种可能性和应对方法。他站在接机口的最角落，但离门最近，看得也最清楚。林来，人群里，他一眼就找到了背着包的女人。他墨镜拉下来，林灿发现他黑眼圈有点重。走吧，林来把包递给他。那个，因为来不及，我没有开车，摩托车行吗？不习惯的话，我们打车。林来一顿，看向他。突然，他莞尔一笑，好啊，那就摩托车呗。在他这里，林来总是很好说话。他悄悄舒了一口气，也放轻松很多。和他相处，林灿其实没有很压抑。林灿递给他头盔，戴上吧，不然被交警抓到，可能会罚款。上车，林来挽住林灿的腰，他笑嘻嘻摸了一把，真是好腰。林灿有些害羞，抓好了。幸好林来说，他给他买了礼物，1块价值13万的劳力士手表。他还说，如果以后遇到什么困难了，还能2手货卖掉，也值不少钱，可以救急。林灿不知道说什么好，没有收礼物的喜悦感，他只是感觉到不真实。他没有理由不收，按照林来的意思，这些都是他该得的。他只是把东西放在一边，然后懒腰抱住了他，一段缠绵悱恻的湿吻，把林来的脸都给亲热了。他推开他，笑吟吟的，可别再亲下去了，挡不住。我得调个时差，先睡一会。进屋前，林来回头说，林灿，你一点就通，我很喜欢。他一觉睡到天黑。他是被饭菜的香味勾醒的。林灿很聪明，知道如何抓住自己的胃。你先去冲澡吧，我这边还有一锅粥在煮，还要一段时间。林来伸了个懒腰，慢吞吞走过去，走到林灿边上，抬头。林灿了然地在他唇上轻轻碰了碰。他太享受现在的状态了，什么负担都没有。这顿饭依旧很合林来的口味，林来吃了不少，还打了嗝。你明天要上班吗？我单休。那你今天怎么这么早就来接我了？我请假了。则林来眯眼看他，这么自觉呢？金主爸爸叫我，天大的事儿都得往后放。林灿打趣道。林来又喝了几口粥，放下勺子，问他怎么过的心里那道坎。林灿很快反应过来，林来指的是他包养他的事情。林灿还真的沉思思考了一会，最后给出答案。有钱可以干很多事，他的家境确实不算太好，老家在山东，家里3个孩子，只有林朵是生下来调剂周转生活的，这是他最讨厌在家里的一点。以前他在家的时候，能护着林朵就护着。他决定来北京也就1年前的事情。林母送他上车的时候还说，老大出人头地，记得把林朵也带过去工作啊。他是想过带林朵离开的，他是希望林朵能争气，至少卫校要撑到毕业。但就短短1年时间，事情变成现在的境地。林朵是彻底出不来了，他也不会再回去。遇见林来是个意外，他是个知恩知报的人，他不给林来添麻烦，也没跟任何人提过这件事。赚的钱都是他自己的，被别人知道，你怎么办呢？知道我傍了一个富婆，你觉得他们会怎么说我？现在这个社会对女性的恶意远远大于对男人的，我有什么好怕的？这倒是。
你只要不背地里跟陈明玉一样搞我就成，毕竟我看男人的眼光。嗨，林灿失笑，不会，阿姨今天休息。林灿洗得晚，林来在客厅日常练瑜伽。林灿，等会睡觉前帮我按个摩，感觉有点落枕。好，林来的别墅里，林灿的东西渐渐多了起来。浴室里洗漱用品、浴巾、睡衣都是双套的，衣柜里按照林灿的风格多了不少衣服。林来是个称职的金主，兴许他们都是第一次，所以喜欢面面俱到。这时响起有人按密码的声音，林来下意识去看浴室，里面灯亮着，还有水声传来。林灿在洗澡。离婚后，林来就换了新密码，那现在在门口是密码的是谁？林来起身去开门。别墅区安保很严，外人是进不来的。他想着会不会又是隔壁局办领导家的老母亲老年痴呆症又犯了，把他家当自己家了。没多想，他便开了门。倒是一个他意想不到的人，陈明玉的母亲梁苗珍。因为跟着陈明玉过了10年风光日子，他也从一个乡下悍妇摇身变成中年贵妇。梁苗珍想进去，却被林来伸手一挡。干什么？梁苗珍陪笑，来，让妈妈进去。梁阿姨这么说多尴尬，咱们什么关系？娇娇这么热乎啊？梁苗珍有些紧张的搓搓手。那个，我听说明玉做了对不起你的事。是，他不是个东西，我也去牢里骂过他了。但是他已经知道错了，你们好歹也是10年的夫妻了，这不看在往日的情面上，私下调解算了，你说是不是？说出去林家的脸面也不好看呀。知道错了，需不需要我把这10年里他泡过的女人列个清单给您看下？送钱送珠宝的，哪个酒店哪个房号都给您看看。明玉怎么可能会这样呢？一定是有人给他下套，眼热他的身份地位才会这样子的呀。来，你可别被那些狐狸精给骗了，先让妈妈进去，我们好好说好不好？说着，梁苗珍还想往里进，林来没什么耐心，直接把梁苗珍推了出去。看您是长辈，我叫您一声阿姨。陈明玉这事儿是他自找的，在我这还能耗段时间，他脑子犯抽跑去部队闹，是活得不耐烦了还是怎么的，我也懒得想。他是在队里被抓的，所以别找我。梁苗珍一听急了，抓着林来的手不放。所以我来找你是想让你跟林珊说说情啊，这还不是他一句话的事儿吗？要是留了案底，明玉他这辈子就完了呀，关我屁事。林来，你不能这么狠心啊！你说你这么多年生不出孩子，我们陈家有说什么吗？还不是都听你的，现在可不能大难临头各自飞，要救救他。我结婚的时候跟他说的好好的，我准备丁克，他也同意了。现在你们舔着脸说是我生不出孩子，林来被气笑，不想再浪费口舌在这个疯婆子身上，正准备关门，只听楼上隐隐传来咔嗒一声，浴室门开了。林来，你怎么了？跟谁在吵架？林灿毫无察觉地穿着家居服，擦着头发从拐角走了出来。梁苗珍眼睛慢慢瞪大，从震惊又飞快转为诡异的兴奋，她像是猜到了一个惊天大秘密。好啊，林来，我算是知道了，你为什么打死都不肯救明玉，在这跟我们娘俩玩仙人跳呢？你早就有预谋了是不是？找人下套算计我儿子，好跟这个小白脸双宿双飞。越说越离谱了。林灿听着皱眉，林来更是没耐心，再不走我报警了。闹剧一旦有了导火索，便不受控制。林来说到底还是个娇生惯养的大小姐，没有受过苦。梁苗珍没享福之前是在村里干农活的，手脚麻利，两耳光快速扇过来，根本不给林来有所反应。梁苗珍又踢过来，但林来想象中的疼痛没落下，反倒是梁苗珍痛呼一声，往后退，没站稳就摔下了台阶。林灿没多想，推了梁苗珍一把。见梁苗珍不动了，林灿才白着脸回神。他不会死了吧？林来冷哼，怕什么？死了有我给你撑着。梁苗珍擦破了点皮，还没林来脸上那2巴掌严重。林来没惊动老爷子，他刚做了心脏搭桥手术，林来怕他被气得指甲断了，于是叫来了自己嫂子。梁苗珍跟自个儿子在派出所相遇，这场闹剧才算暂时收场。阮田是在医院找到的林来，漂亮脸蛋此时肿得老高，正在拿冰敷着。他刚想说什么，注意力又移到坐在林来身边的年轻男生。来的路上听林来提到过2句，他这小姑子一向彪悍，离婚不拖泥带水的架势他一点都不意外，但这事情走向他又有点茫然了。他就是梁苗珍说的那个。阮田第一反应是瞎扯，眼前的林灿未免太年轻了些，一看就是初出茅庐的大学生啊。谁知林来却痛快承认，
啊，林来给林灿使眼色，你先走吧，等会我嫂子送我回去。林灿点点头，很快离开。阮田直到看不见林灿后，猛地拉住林来，轻点，你真找了小白脸啊！林来睨他一眼，不行吗？男未婚女刚离。不是，我的意思是你真是为了他跟渣男离婚啊？林来摇头，之后才找的他。可说实在的，确实挺帅。不过一码归一码，你不怕他是第二个陈明玉呀？我都经历一次了，这段时间相处下来，是人是鬼还是分得清楚的。就是单纯喜欢他这张脸，然后琢磨着人也还可以，就处着呗。年纪会不会相差太大呀？林来笑了，我又不是冲着处对象去的，年纪有什么问题？那要是人家准备谈女朋友了呢？林来满不在乎，那就一拍两散呗。我图我高兴，图他身子，他图我钱，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了。就是别告诉林珊就行，我怕他拿火箭把我轰没了。幸好林来的脸在他到家时还是通红的，虽然消肿不少，但还是有点奇怪。他心情的确被搞得很不好，尤其看到偌大的别墅里一点灯光都没有，林灿没回来，他的心又往下沉了点。进门一开灯，林来在玄关门口换鞋，突然一顿，只听客厅那边窸窸窣窣穿来穿鞋的声音。林灿揉着眼走了过来，穿着林来给他买的情侣家居服。你回来了？妈，要不要吃点夜宵？我从便利店买了一些东西回来。林来怔怔地看着他，一时说不出话。